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周四下午乘专列抵达香港，出席将于7月1号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15时1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列徐徐驶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车厢。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丈夫林兆波上前迎接。欢迎仪式上，充满精气神的舞狮欢腾跳跃。 香港警察乐队奏响热情的欢迎曲。数百名香港青少年和各界群众代表挥动国旗、特别行政区区旗和鲜花，表达热烈的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等陪同人员一同抵达。习近平这次赴港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中外记者在现场等候。习近平说：“大家好。”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我再次来到香港，感到十分高兴。明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日，全国各族人民 都将和香港同胞一道庆祝这件喜事。在此，我向香港同胞致以热烈祝贺和美好祝愿。据我上次到香港来啊， 已经过了5个春秋啊！这5年，我一直关注着香港，牵挂着香港。我的心，中央政府的心，和香港同胞在一起。过去的 一段时间里，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 蓬勃的生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能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 一国两制是个好制度，正可谓啊，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香港一定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等香港特区高级官员、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前往车站迎接。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乘坐高铁专列抵达香港。我身后的西九龙高铁站于2018年投入使用，将香港接入了国家高铁网络，连接内地58个站点，相当于在香港九龙闹市区建了一座飞机场。周四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香港各界代表人士等，还会见了前来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活动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习近平对林郑月娥指出，5年来，在中央坚定支持下，你忠诚履行行政长官的宪制责任，坚定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止暴制乱，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重大转折，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展现了勇于担当的精神。对于你这5年来的工作，中央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希望林郑月娥积极支持新一任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继续为香港和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林郑月娥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在香港疫情仍然波动的情况下，亲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香港。这充分体现习近平主席对香港同胞的亲切关怀。他表示，香港过去5年是极不平凡的5年，他能够为一国两制事业做出贡献，感到十分荣幸。祝愿祖国富强昌盛，习主席视察香港圆满成功。当天下午，习近平分别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负责人，会见了香港各界代表人士、香港纪律部队代表、中央驻港机构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还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并专门委托相关方面转达对在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的问候。周四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会见了前来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活动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下午还前往香港科学园视察香港的科创发展。深圳卫视特派记者早前探访此地时，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就对记者说起了习近平主席关心香港科学园和整个科创产业发展的一个小故事。深圳卫视记者日前也探访了香港科学园，这里为初创企业提供各种软硬件支持。成立20年以来，香港科学园累计孕育超过870家初创企业，也是多家科创机构的总部，包括研发人工智能的独角兽商汤科技，就在科学园设立人工智能及数据实验室。我身后的是香港科技园的地标金蛋，它可谓是名副其实，象征着孕育和丰收。从机器人、精密工程以及可再生能源和制药行业，香港科技园吸引了大量科技初创企业和创新公司。你可以把这里想象成一个类似热带雨林的创新科技生态系统，它有一套完善的创业培育计划，为每一个初创企业创造实现梦想的可能。外界注意到，香港科创的发展离不开习近平主席的关切和支持。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5年前注意到内地和香港的科技交流合作的一些障碍。2017年6月，
他联合23位在港院士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表达了香港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科技的巨大热情。习近平主席对此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并迅速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陈俊宇院士也是我的老师这个连同我们总共24位院士，就是写信给这个习主席。习主席呢也是给了重要的批示，我们是受了很大的鼓舞。现在我们基金过河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大力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也是让我们香港的科研业界可以得到大力的支持。也是过去几年，为什么我们现在创科会发展到那么生机勃勃，到了黄金的时间。5年来，各项政策的落地，让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得到扩大和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香港要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14·5”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在国家支持下，香港科创发展跑出了加速度，香港本地初创公司的数量5年间大幅增加近70%。同期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从大约98亿港元跃升3倍至超过400亿港元。2021年世界数码竞争力排名，香港荣获亚洲之首、世界第2，其中科技方面位居世界第1。中央是非常支持香港的科研的发展，我们已经有16家国家的实验室，我们又有6家是共同的跟内地的研发中心。那么另外独教授从2017年是0一个都没有，现在已经有18家。执新闻高级主笔、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张思南今天也在香港一线观察回归庆典的相关活动。那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思南。你好，思南，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香港有哪些观察？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主席与香港的任何消息都会成为香港舆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逢5逢10的香港回归庆典日也是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有国家领导人视察香港并出席庆典活动，可以说是自1997年回归以来的一个惯例。但今年不一样，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庆典日，今年着眼的不仅仅是回顾上一个5年，展望下一个5年，而是思考一国两制整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是为什么林郑月娥在自己作为行政长官的最后一篇社交媒体贴文中写道，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发表重要讲话，为香港指明方向。另外，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5年第2次视察香港，也是香港颁布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视察香港，无疑是对香港社会成功由乱到治、重回正轨的肯定，也是在给即将开启由治及兴新篇章的香港社会加油打气、提振信心。某种意义上，香港社会各界对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的热切期待，反映的就是香港市民对于中央支持下香港一国两制更为美好明天的热切期盼。过去1个月，我在香港的采访中就注意到，无论是特区管制团队的成员、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亦或是普通市民，都将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将解决香港住房、就业、青年发展等社会深层次问题的破局关键与内地与祖国相连接。今天，习近平主席在抵达香港后，第一时间就回应了香港社会的期盼。习近平主席强调，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香港一定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就像25年前，香港市民期盼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一定行。25年来，无论经过多少风风雨雨，这份期盼没有被辜负。香港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一国两制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香港，香港市民对新的未来、新的期盼也达到了高潮。这背后就是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对爱国者治港的信心，对香港未来不变的信心。我们相信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必将在新时代谱写新的篇章。好，谢谢思南在香港给我们发回的最新报道，谢谢。费迪南德·罗穆尔德兹·马科斯周四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宣誓就任该国第17任总统。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致信马克思，祝贺他就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希望同马克思总统一道续写新时期中菲友好合作大文章。
同日，应菲律宾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马克思总统的就职仪式，并同席会见。马克思表示，中国是菲律宾最强有力的伙伴，菲律宾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致信费迪南德·罗莫尔德兹·马克思，祝贺他就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不久前我同你通电话，就中菲两国坚持睦邻友好、携手共同发展达成重要共识。我愿同马克思总统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续写新时期中菲友好合作大文章，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应菲律宾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周四出席菲律宾新任总统马克思就职仪式，并同其会见。王岐山向马克思转交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马克思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王岐山表示，中菲传统友谊绵延千载，总统先生及您的家族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缘，为推动中菲友好做了重大贡献。中方始终把菲律宾放在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期待同菲新政府一道，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接续合作，推动中菲关系迎来新的黄金时代。王岐山就双边关系下步发展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元首引领，为中菲关系把舵领航；二是坚持对接发展战略，进一步培育新时期中菲务实合作新增长点；三是坚持妥处争议，共同守护南海和平安宁；四是坚持弘扬国际公义，共同促进亚洲和平发展、世界公平正义和全人类福祉。马克思请王岐山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热烈欢迎王岐山副主席来菲出席就职仪式。马克思愉快地回忆了1974年随母亲访华时的情景，表示菲中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相亲相近。中国是菲律宾最强有力的伙伴，睦邻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菲律宾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更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与中方携手应对地区挑战，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周三，王岐山还分别会见了杜特尔特和他的女儿副总统莎拉。在会见杜特尔特时，王岐山首先向杜特尔特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过去6年来，习近平主席同杜特尔特总统从战略高度引领双边关系实现转圜巩固、提质升级，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杜特尔特请王岐山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他强调十分珍视同习近平主席的友谊，再次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对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真诚帮助，愿继续为菲中友好合作贡献力量。在会见副总统莎拉时，王岐山表示，相信在马克思总统和莎拉副总统领导下，菲国家建设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中菲关系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莎拉表示，中国是菲律宾的友好邻居和可靠伙伴，菲新一届政府将坚持对华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期待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助力菲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菲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这一次中国政府呢有这个比较高规格的代表团呢，这个正式出席这个菲律宾新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了中国非常重视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这种非常合作的这种关系。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虽然对他的未来可能会有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中国还是对他呢是有充分的信心。马克思的宣誓就职仪式周四中午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举行。马克思身穿传统民族服装巴龙，在菲律宾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亚历山大·杰斯蒙多主持下宣誓就任总统。马克思近期多次就中菲关系发出积极信号。6月10日，马克思在一场活动中称，中国一直是菲律宾的近邻和好朋友，是菲律宾最强有力的伙伴，菲中关系十分重要。菲方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促进菲中关系发展。我们相信，就是在他任内，中菲关系不会恶化。菲律宾要借助中国发展经济的企图心是很大的。他小马可惜会让中菲经贸的合作会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也乐见说中国基于跟马可西家族的这种感情跟长久的历史渊源，会帮助小马可西巩固他的施政基础。马克思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被认为是一位高调反美的领导人，而马克思本人及其家族与美国有着一些不愉快历史。2011年，美国的法院曾判处马克思及其母亲伊梅尔达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并处以3.53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但马克思的上台仍被美方视为改善美菲关系的重要窗口。在美国刚刚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中，菲律宾和许多东盟国家一样成为了首发国家。马克思在竞选期间不断强调，如当选总统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明确表示反对美方介入南海争议，但他也是主要候选人当中唯一拒绝对恢复美菲部队访问协议表态的。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2月，马克思公开承认非美同盟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称非必须在中美之间走一条非常微妙的路线。有观察认为，马克思对非美军事同盟合作并未完全思虑成熟，但也意识到了非美关系的可利用价值，希望通过妥善处理对美关系换取美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更多援助，与非国内亲美势力形成合理共存，并取得在具体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他既要团结菲律宾国内不同势力的集团，同时又要争取中美两国的帮助，所以相信他会在中美两国会达到他那个平衡的目的。那为了菲律宾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应该同时在中美两国下注，同时也会做一些比较巧妙的处理。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赴菲律宾出席非新任总统马克思就职仪式的时候表示，过去6年来，习近平主席同杜特尔特总统从战略高度引领双边关系实现转环巩固、提质升级，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对此您怎么看？我认为中非关系能够维持今天这样一种局面，的确是来之不易。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将中非关系放到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去考量，并对比一下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之前与上任之后的中非关系。大家知道，跟眼下美国总统拜登推行印太战略的时候，将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关系放在重中之重，有明显的不同。当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时候，是把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放在极其突出的位置的。为了离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把东盟拉到自己这一边，当时的美国又把着力点放在了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在南海岛礁上的主权伸索争议上，而菲律宾又成为了美国着力培养的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挑衅的先锋。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当时的中非关系，还是中国与东盟关系，都曾经一度暗流涌动。然而就在外界都感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随着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上台，中非关系却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如今的中非关系不仅南海问题相对平静下来了，而且经贸关系稳步提升。因此王岐山用转环巩固4个字来形容这一段时间的中非关系，应该是比较恰当的。而中非关系之所以能够出现如此大的转变，一是因为双方能够牢牢把握住中非关系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并从大局的高度来审视双方暂时面临的问题，比如南海岛礁伸索纠纷问题；二是双方能够务实地做大共同利益，也就是促进双边经贸关系。这2点也是中国稳定与其他东盟国家关系的重要经验。那您认为菲律宾新任总统马克思当政后，未来的中非关系又将走向何方呢？对于未来的中非关系，我个人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认为未来的中非关系也能够稳定向好。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第一，跟奥巴马执政时期企图利用中非南海岛礁伸索纠纷来撬动中非关系，用中非关系
来撬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做法不同，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着力点放在了美国与区内的大国关系上，也就是跟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关系上。对于东盟，拜登政府虽然也在争取，但是已经不是重中之重。同时，拜登政府拉拢菲律宾与东盟的手段也不再是南海主权纠纷，而是要用经济杠杆，也就是印太经济框架来拉拢。第二，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曾经被奥巴马挑拨的蠢蠢欲动，后来又被特朗普抛弃了的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也已经接受了教训，不会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了。第三，跟几年前躁动不安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南海局势基本上已经是大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菲律宾新任总统马克思将会走一条务实且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也就是继续在中美2个大国之间维持着某种平衡关系，在安全上继续依赖美国，在经济上则依赖中国。欢迎回来。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周三在西班牙马德里峰会上批准了北约2022战略概念，将俄罗斯称为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与此同时，在这份指导北约未来10年的文件中，还首次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对北约构成所谓系统性挑战，北约将努力共同应对，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看报道。北约的战略概念文件约10年更新一次，这次发布的是第4版，提出未来10年北约的3大核心任务是威慑和防御、危机预防与管理、合作安全。发布于2010年的版本中，北约将俄罗斯描述为战略伙伴，但根据最新发布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俄罗斯被划定为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这并不是事实，是北约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俄方谴责北约不负责任且破坏欧洲安全架构的政策，还表示北约在马德里峰会上的决定不会影响俄方政策。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还宣布，美国将全方位增援北约部署在欧洲的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Today I'm announcing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nhance our force posture in Europe and respond to the changed security environment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our collective security. 有观察指，扩大美军在欧洲的存在，其实是美国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就一直琢磨的事情，如今终于借俄乌冲突之机变成了现实。而拜登此次在马德里宣布的增兵计划，包含美国的3种战略意图：第一，美国复制冷战时期驻欧美军部署；第二，通过部队轮换实现永久驻军；第三，借俄乌冲突扩大军火生意。值得警惕的是，北约新发布的战略概念文件首次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对北约构成所谓系统性挑战，北约将努力共同应对。此外，还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出席，反映出北约寻求增强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野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文件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坚决反对。相比而言，北约才是世界和平稳定的系统性挑战。我们要正告北约，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徒劳的。美国呢，国防部长奥斯汀一直把中国视为步步紧逼的威胁啊，而这个最终这个战略概念当中呢，把中国定位成安全挑战或者系统性挑战。也就是说，这个口气上还是弱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北约峰会上称，日本有意定期参加北约理事会会议。他还表示，希望在网络、海洋安保等方面推进与北约合作。日本朝日新闻分析认为，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满50周年的今年，岸田文雄此次前去北约，或许会让中日关系陷入紧张。实际上，日本政府多次借北约场合发出对华不友好言论。早在2014年，安倍晋三在参观北约总部时，就曾妄议中国的外交立场和军事动向。而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日本要牵制中国的立场变得越发明显。岸田文雄在赴会前还宣称，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这些年呢，美国其实它的这个整体这个国力，它的注意力实际上相对来说是在下降。可以说在印太地区
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所以日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把这个欧洲其他这些欧洲国家能拉到印太来啊，这个可以说是打群架，把这个印太地区阵营化拉帮结伙来对抗中国，所以他现在对和北约发展安全合作关系也是非常感兴趣。美国在北约峰会前极力撮合美日和美韩2个双边同盟为美日韩三角同盟。周三，岸田文雄、拜登以及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3边会谈。据韩媒报道，这次会晤仅进行了25分钟，对外宣称三方就合作应对朝鲜核岛达成共识。与韩国媒体此前预测的一样，日韩领导人并未举行双边会谈。岸田文雄和尹锡悦仅于周二在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主持的晚宴期间进行了3到4分钟的简短交谈。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好。北约出台新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列为所谓系统性挑战。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时强调，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上周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他回应世界是战是和的时代之问，曾经深刻洞察，人人都汲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有希望。乌克兰危机再次给世人敲响了警钟，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只会导致战争冲突。迷信实力地位，扩张军事联盟，以牺牲别国的安全谋求自身的安全，必然会陷入到安全困境。但是现在北约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同盟组织，显然没有汲取战争教训，或者干脆是对战争教训选择性无视。那么针对北约这份更新版的战略指引，《纽约时报》今天就特别分析，首次宣布中国作为系统性挑战，意味着诞生在冷战时期的这一军事联盟曾经长期根本没有聚焦中国的北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所谓 a fundamental shift。 那么这样一个重大转折它是如何发生的呢？当然是主导北约的全球头号军事大国全力推动的一个结果，也是要因应美方旨在全面强化阵营对抗、搞小圈子同盟体系的所谓印太战略的实施推进。北约已经打出全球化的幌子，鼓噪所谓战略东引。那么以新版战略文件实施作为契机，未来北约来亚太搅局的动作只怕是少不了的。那么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坚决反对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就现阶段而言聚焦俄乌冲突、聚焦俄罗斯这一头号战略对手，北约只怕还腾不出手来。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次应邀参加北约峰会时明确表态，希望显著升级与北约的关系。那您对此又有何评论呢？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经评论日本的所谓涉华多动症，那么逢到大型的峰会或者是其他多边国际场合，就会典型性的发作。那么作为日本首相参加北约峰会的第一人，岸田显然是不会放过峰会这样一个表演机会的。那么这次来马德里是首次应邀参会，但是日本首相相当活跃，在北约峰会场外开启了连场的小会，包括美日韩3边会以及日韩新澳4边会等等。那么后者还是日方主动发起，大有反客为主的劲头。我们更应警惕的是，日本接下来会不会以更加多动的一个姿态来配合北约的所谓战略东引。比如一个重要观察窗口就是日本会不会迎合北约在印太方向搞所谓的海上联演。事实上日本海上自卫队和一些个重要的北约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海上联演已然常态化。今天美国彭博社就此刊发的电稿也特别指出，岸田在马德里的最新表态意味着日本更趋强硬的安全姿态的最新的动作。我个人认为，日本所谓强硬的安全姿态可能会加剧亚太区内的阵营对抗与大国博弈。